一道极其洪亮的声音自整个丰都城的上空响起。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想要侵占明月的肉体和意志，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你要觉醒神血5成之前，我们一定会将你封印镇压回去。并且一股可怕的力量再一次的悄然出现在司神的周身天地间，一道难以想象的造化之法在催动间，九幽九冥神法大阵开始发出低吼的声音，那是大阵的庞大能量之声。现在他们全力催动大阵的威力，直接朝着彼岸冥河中的明月狠狠地镇压而下。在那片虚无缥缈的战场上，明月面对着神冥界之王以及诸多高层神灵的大道造化神力，现场的气势如虹，并且九幽九冥神法大阵化为无数道能量光束，如同天穹之剑破空而来，每一束都蕴含着足以撕裂天地的威力。明月站在彼岸冥河之上，美眸一冷，体内的神血如被唤醒的巨兽，疯狂地在体内奔腾呼啸，随即体内的神血力量化作一个巨大的能量防御光球，它在虚空中迅速膨胀，仿佛要与天抗衡，将那些破空而来的光束一一化解。这道防御光球以一种霸道的姿态直接撞击在那些能量光束之上，砰一声巨响，如同神鼓震天，两股力量的冲击波在丰都中激荡开来，形成了一道道扭曲的空间涟漪。明月和司神在虚空中能量的碰撞，引得天地变色，星河震动，仿若天地初开，混沌初分。两股力量在虚空中激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光球之外，能量光束似乎遭遇了无形的阻力，它们在冲击中变得扭曲，最终在明月的神血防御之下支离破碎，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气中。见此，司神的身影在光芒中显得扭曲而神秘，他再次动用了造化神技，每一道光束都蕴含着造化的力量，企图将明月吞噬。然而觉醒了神血4成的明月并非等闲之辈，他冷眼旁观，美眸之中泛起一抹寒光。即使面对如此绝境，他也丝毫未显慌乱。神血4成的觉醒赋予了他超越常人的恐怖力量，使他在司神的造化神技攻势下依旧能够稳站阵脚，展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诸位，启动九幽九冥幻象囚牢镇压。司神倒吸一口冷气，先前的神阵光束既然无法将其压制，那么现在只能再用造化神技拖延住明月，启动神阵的幻象。在众高层神灵的合力之下，九幽九冥大阵被催动至极致，幻象凌空而出，古老而神秘的符文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跳跃闪烁，释放出深邃的力量。这些力量环绕着司神，使得整个神阵变得虚无缥缈，仿佛与天地合为一体。随着神力的激荡，古老符文在虚空中绘制出一幅幅奇异的图案，它们或旋转扩散，最终汇聚成一道道强大而散发出规则的造化光柱。这些造化光柱以明月为中心，自九幽九冥神法大阵中而下，以明月为中心，造化光柱贯穿云霄，直插彼岸冥河深处，其光芒璀璨夺目，似乎要将整个幽暗的彼岸冥河照亮。周围景色随之一变，原本平静的彼岸冥河在光柱的映照下，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囚牢，其上泛起层层涟漪，伴随着阵阵水流之声，显现出一种异样的威严与压迫。造化光柱之中，明月的身影显得渺小而无助，如同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之中。四周的彼岸冥河之水化作了牢笼的铁链，将他的身躯紧紧束缚，将明月牢牢困于其中。明月深陷其中，神色凝重，四周的造化光柱犹如无形的牢笼，让他感到了一丝的束缚。虽然身处困境，但明月的眼神中并未流露出丝毫恐惧，反而透出一股坚定与冷静。成功了吗？神明三王见此，立马凝聚视线，看着神阵囚牢之中的明月。在九幽九冥这等神法大阵中，幻象一出，恐怕即便是神血4成也无法逃离其中。其中一位风鬼仙神喃喃说道，似乎他对于神阵幻象有着极其大的自信。希望如此。神荼王身为神明三王之首，其实力与这些风鬼仙神相仿，如果不比较明直的话，那么即便是神荼王都对这些风鬼仙神产生敬佩之意，特别是对其中的有一位叫古稀仙神，更是产生浓浓的佩服。因为这位古稀仙神的实力在这神冥界之中可是仅次于神冥界之王的存在，造化怕是都已经登临巅峰领域。当然神荼王的明直则是仅次于通天司神的存在，所以抛开明直的话，古稀仙神的实力可远远在他之上。这也难怪为何在当时神冥界之神的无上明神会特地为此开辟风鬼仙神的称谓。在这一刻，神阵内的每一缕风，每一滴水，每一道光影都在冲击着被囚禁镇压的明月，这些每一次的冲击都足以重伤主神级别的存在。不远处的萧炎灵动木尘在看到司神他们将觉醒神血4成的明月，心中仿佛那一道罪恶感也逐渐的消失。毕竟刚刚那位风鬼仙神说的没有错，虽然司神并没有怪他们，但是事实的起因就是如此。如果说他们没有责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看到司神以及神明三王他们的全力催动神阵之下，终于将明月困在其中，心中也是稍有松了一口气。
不然神冥界因此打乱，自己就成为罪人了。神阵幻象化为囚牢，那磅礴无尽的能量以及司神的造化神迹，在这两种力量的加持下，更是威猛无比。天穹之下，彼岸冥河，神阵幻象囚牢的光芒突然变得昏暗而动荡。一直以来，这座由无数天地规则所凝结的幻象牢笼，可以镇压封印所有的强大力量，即便是觉醒神血4成的明月，也可以顺利封印着他的神血力量，维护神冥界目前的规则秩序。然而，就在众神以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之时，异变突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的气息，明月的眼神在雷云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深邃而不可测。彼岸冥河中传来一声低沉巨响，如同深渊中的怒吼，撕裂了宁静的夜空。在神阵囚牢之中，紫云滚滚，电闪雷鸣，声势浩大，震得天地似乎都要为之颤抖颠倒，仿佛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无数神秘紫云汇聚而来，形成一片可怕的紫云盖顶，将四周的幽光尽数吞噬。原本稳固的神阵囚牢，像是感受到了明月体内力量的再度觉醒，开始出现微妙的震动。那震动渐渐加剧，每一道神阵符文仿佛都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大变故。司神的心脏猛地一紧，他目睹着神阵的异动，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他知道，如果神阵失守的话，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什么情况？难道连神阵幻象囚牢也困不住他吗？数位风鬼仙神的声音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焦虑。周围的其他高层神灵们面面相觑，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样的惊恐与不可置信。一直以来，他们自信满满的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突破他们联手布下的神阵幻象囚牢。然而此刻，那股突如其来的震动却在无情地嘲笑着他们的自大。明月静静地站在神阵的中心，他的姿态从容，仿佛一切的混乱都与他无关。但就是这份宁静，却更加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司神和众高层神灵的脸色骤变，他们能感受到那股原本被压制的神血力量在蠢蠢欲动，仿佛要挣脱束缚。神阵囚牢的光芒忽明忽暗，像是在与明月的力量进行最后的抗衡。一时间，他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难道他要觉醒神血5成？没错，神血5成的力量，你们的神阵还有用吗？明月立于神阵的中央，他的笑容如同幽冥之花绽放，既淡然又带着不可言喻的诡异。他的话语似从九幽深渊中回荡而出，直击在场众高层神灵的心灵。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神灵们，此刻却只能无力地催动着他们最后的力量。神血5成的力量在明月的体内沸腾，仿佛要将他的血脉吞噬殆尽。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神血的波动，那是连天穹都要颤抖的威压。神冥界的天穹仿佛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浩劫，开始扭曲，裂缝中透出诡异的紫黑色之光。众高层神灵围绕着巨大的神阵，他们的表情凝重苍白，眼中闪烁着坚定与绝望交织的光芒。通天司神的长袍在狂风中猎猎作响，他双手结印，一道道造化规则之法如同细丝般从他的指尖溢出，与其他众神灵的力量合而为一，维系着九幽九冥神阵的运转。明月的眼中涌动着紫红色的神血，那是神界域中最为禁忌的力量，绝不能提前彻底的觉醒。他的眼瞳深处仿佛有年轮光环在燃烧，那是毁灭规则的预兆。他轻轻一笑，这一笑中蕴含着无尽的冷漠与蔑视，仿佛整个神冥界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无数幽魂开始有些躁动不安起来，他们想要冲破魂来河的规则，打破秩序，想要逃离神冥界，成为孤魂留在世间。这样一来，这些仅剩精神的魂魄也会随着成为孤魂后，生前所有的力量以及记忆都会彻底的恢复，但他们依旧是魂体，但在他们获得强大的力量后，将会危害万物生灵。所以这种事情坚决不能。可是如今明月的神血封印已经觉醒5成，他们誓死都要守护到最后。林兄，牧尘，看来神冥界的危机真正来了。萧炎站在远处，目光凝聚地望着明月的方位，刚刚原本褪去的罪恶感再一次爬满他的全身上下。你们先离开这里，我留下帮助他们，至少我手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王牌。萧炎为了让林动木放心离开，也将自己最大的王牌不再隐瞒地说了出来。最大的底牌？林动与牧尘自然是看出了萧炎的心思，哪里有什么最大的底牌，目的就是想要让林动和牧尘2人先行离开这里。萧兄，你有最大的底牌，我们也有底牌，你就不要打发我们走了。我们3兄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并肩作战，缺一不可。林动和牧尘的语气中无比的坚决，看来萧炎想要支开他们离开此处是不可能的了。萧炎淡淡一笑，旋即眼睛微眯地看着那一处激烈的战场。如果司神前辈他们真的抵挡不住觉醒神血5成的明月，那么也是时候将最大的底牌拿出来。刚刚萧炎就已经与冯老对过话，等会看情况会由冯老亲自出手，帮助他们化解此次的危机，但也并非100%的把握。按照冯老所说，镇压住神血5成的力量，几率只有1成不到。虽然成功的几率低，可为了化解神冥界的灾难发生，只有选择一试。
整个风都阴沉无比，紫云密布，天地间的光芒都被明月的力量所吞噬。突然间，一道裂缝自虚空中撕开，无尽的混沌涌动，那是觉醒神血5成的征兆。